先把我的心里话放在视频最前面，我当然希望中国政治制度未来是和平转型，能谈、能改、能交接，这是中国人付出代价最小、收益最大，也是最体面的转型结局。但问题在于，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体系，要他自己主动放权，本身就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你可以换位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这个体系中的一员，手里握着的是你和家族的安全、几辈子的荣华富贵、唾手可得的享乐、数不清的特权和保障，然后有人突然告诉你，来，为了中国人未来幸福的大局着想，把这些通通交出来，交到一个你控制不了的新制度手里，甚至这个新制度将来还有可能反过来清算你，你真能做到吗？正如李克强生前那句流传很广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幻想捅破了。触动他们的利益比触动他们的灵魂还难，这不是一句无奈的感慨，而是一句现实的政治判断。只要转型触及到权力重分、责任追究和历史清算，所谓理性觉悟很快就会让位给最原始的自我保护本能。在这样的结构下，指望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想通过良心发现主动来推动和平转型，几乎是在赌天降奇迹。所以我不想把中国人的命运赌在这个天降奇迹的最好剧本上，而是有备无患的赌在大概率发生的非和平转型上。你可能会问，你说非和平转型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说一定要打内战、要流血、要世界大战？我先把话说清楚，我今天说的非和平转型不是在鼓励暴力，也不是在诅咒中国，我说的只是一个很残酷但在政治学里早就存在的事实。当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崩塌，权力移交不是在现有法律框架里有序完成的，而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失控、冲突甚至暴力，这就叫非和平转型。所以我更愿意做一件可能被很多人骂但更负责任的事，先把最坏但最可能出现的中共倒台局面摆在桌面上，让大家认清将来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是什么。为什么要从最坏开始？这里就牵扯到那句中国老话，求上得中，求中得下。翻成大白话就是，你一开始目标定得高，最后做到个中等都算不错。如果一开始就只敢求个差不多，最后多半会一路滑到更差。这句老话真正提醒我们的是，如果一开始只肯围着最好情况去设计方案，现实一定会把你拖向更糟的方向。放到今天的语境里，就是一句很具体的话，我们不能只抢好听的口号，必须提前把最坏的局面算清楚，应对方案才能更完善，以取得一个最好的转型民主成果。尤其是涉及到10多亿的中国人口未来，更应该以严肃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也正因为这样，今天这集我不想先跟大家先抢联邦制中国、宪政民主共和国，还是议会制中国、半总统制中国、儒家宪政、中国特色民主，这些好听名字的命名权。网络上还有一些关于中国走向民主转型的探讨，比如七块论、强人治国等等，其中还有一部分激进的声音，你们这个论那个论太啰嗦，直接各省独立，各过各的日子。甚至还有更为直接粗暴的说法，文人就是麻烦，别讲那么多，只有用暴力推翻才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唯一正确道路。最后还有很多对未来持绝望悲观的看法，中国人没救了，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中共倒了后面也是其他，中共上台换汤不换药，这些说法我在这里先不急着下结论说对还是错，我只想跟你一起先问一句最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些好听的制度名字，或者只停留在激进或者悲观这些最终情绪中，却跳过中间那一层，中共要是以最可能、最糟糕、最失控的方式垮台，中国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在那样的烂局里，不以中国人利益最大化为大前提，不谈怎么应对实现民主转型，后面所有关于新制度、新中国的讨论，最后都很容易变成4个字：空中楼阁，也就是现实执行当中很难执行，或者说这些方案根本就行不通。所以我先把一个最硬、大家无法逃避的问题摆出来，如果中国政治制度不是和平转型，而是在冲突中、崩塌中、断裂中等等恶劣态势一同产生，然后互相综合作用下产生极其复杂的局面，走向非和平转型，那这个最可能也最坏的中国局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标题叫《中国普通人该怎么活下去？中国共产党倒台后最可能出现的真实局面》。那一期我给出的核心判断是，中共倒台后，中国内部将形成强人地盘化、
现代军阀化的权力格局。后面我要讲的内忧和外患，都是从这个强人地盘化、现代军阀化的起点往下展开的。在这种权力格局里，中国人要走向民主，要面对什么？先把顺序说清楚，先讲内忧，再到外患。这点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无论个人还是家庭还是组织，大一点的国家，根本问题都在内部，外部只起个辅助作用。再直白点，内部是火，外部是风。没有火，再大的风也没有一点威胁。内忧这部分我是围绕着中国地图讲，为什么要按地图板块来讲？因为中国5000年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最后都不是在抽象的类似国家层面这些大而空的概念里发生的，而是落在一块一块具体的地方。是哪几个省先乱，哪几个地方先封锁，哪条边境先出事，哪座城市先停摆，决定大家能不能活下去的。接下来怎么活，将来普通人的命运又会怎么样，从来都是你脚下所处这块地是谁说了算来决定的。在每一个板块地图上，我都会用一条深入浅出的线，把人和局势看清楚。怎么理解？大家可以想想看，当你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工作之前，很多人都有各自的理想。当然更多的人可能会说，我没有理想，进入社会后也没想那么多，一直都是生存迫使我不断前行，今朝有酒今朝醉。而那些强人军阀又何尝不是和你们一样，有些人有理想，一开始就只追求自己和自己人利益最大化，天然偏向独裁专制那一套。也有人一开始真心相信宪政民主，为中国天下苍生谋福利。另一些人没有理想，是被时代和局势裹挟着，一开始为了生存自保，打着打着撑着撑着，就莫名其妙变成了一方之长，最后搞得自己下不了台，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干着呗。当你带着理想进入社会之后，无数人发出共同的感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社会竞争实在太残酷。那些强人军阀也一样，一方面自己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不同地盘之间权力内外斗争格局又极其凶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最后很多人经过现实的百般摧残，都向现实低下了头，只求能保障个人或者家人的温饱和必要的生活开销，只要不出事不欠债，一家人平安健康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最初的理想，一笑而过。而少数人固执地追求理想，始终不愿向现实低头，最后搞得生活落魄，众叛亲离，世疯世癫地流落街头，甚至死亡。只有凤毛麟角的人在造物主的眷顾下，加上自己不断的反思学习和敢于对现实抗争，最后侥幸地从死人堆里走了出来。那些强人军阀最后的命运归属又何尝不是如此了，甚至会更加惨烈。所以这条深入浅出的线就是强人军阀们的理想，一开始的真实想法，然后面对现实，最后他们的结局又是什么？更关键是他们有多少人有民主宪政的理想，其中又有多少人会为中国的天下苍生而鼎力前行？不管前方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最后他们追求民主宪政之路的结局怎么样？而这一切映射到未来的中国，在此的局面状况下，它的结局又会是如何？现在跟随我的视角，首先从最敏感也最容易出事的一圈开始，新疆、西藏，还有和他们紧连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历史上他们几乎每次都是在中央最虚弱最顾不上的时候，这些地方最容易冒出本地强人加外部后台加历史或宗教诉求的组合。先看新疆，清末到民国，新疆基本处在一种半远程管理的状态，表面上挂的是中华民国新疆省，实际运转却更像是北京给你一块牌子，一纸任命，剩下的全靠你自己撑。杨真新算是这部剧的第一幕，他本人性格偏保守，一直强调维持秩序别乱，从他留下的言行看得出来，他对什么宪政、共和、民主其实兴趣不大，他关心的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不要大规模冲突，俄国那边不要越线太狠，只要北京别来瞎折腾，他就能把这块地方维持下去。他之后的金树人更典型，一边加税逼捐，一边对本地少数民族压得很狠。他不是没听说过民主、民权、自治这些词，但在他的脑子里，这些概念远远排在钱从哪来、兵怎么养后面。结果就是民怨爆炸，各方起兵，他自己被赶下台。再后面是盛世才，一开始靠苏联支持上台，打出一套反帝、反封建、搞教育、搞改革的口号，甚至做过土地改革、办学校，引进一些现代治理手段。从理想层面讲，他确实比前几位更现代一点，但你看他关键时刻的选择，就会知道他真正的优先级，谁能帮他稳住新疆、稳住军队、稳住财政，他就靠向谁。
和苏联翻脸之前，他可以靠得很紧；局势变化后，他可以迅速转向南京。民主、宪政留在口号文件里，真要落地，他第一反应永远是：这会不会削弱我对新疆的控制？总结一下，新疆这段历史，把理想、现实、结局三步给你演了一遍。有的人理想很小，只是想当个稳住一方的土皇帝；有的人嘴上的理想很大，改革、反帝、现代化，但一放进新疆这个现实里，民主紧张，经济脆弱，外力伸手，本地武装复杂，几乎所有人的结局都是被迫把自保放在最前面。真正走向民主的人几乎不存在。再看西藏，西藏这块高中课本常常通过清末的机密粗略一带而过，意思是通过民意隶属、册封、安抚、利益交换等方式将对方拴住，但允许其高度自治。在民国时期中央权威薄弱时，翻细一点的史料你会看到，13世达赖时代，西藏一度有过一阵模模糊糊的改革冲动，引进少量新式教育，买武器，尝试建立一点现代官制，但旧贵族、寺院集团对于失去特权的恐惧非常强烈。他们的理想不是现代民主，而是在这片高原维持我们熟悉的社会秩序，别被北京，别被外人推翻。北京一弱，西藏的实际运行就更像一个高度自管的政体，对外找人撑腰。当时主要看英国和印度脸色，对内按传统结构说了算。对民主现在宪政既没有明确的兴趣，也有本能的抵触，因为一旦真搞了选举，搞公民权利，意味着大量农奴制、宗教特权要被摆上桌子，这对旧精英阶层来说几乎等于自废武功。所以你会看到，新疆和西藏有一个共通点，掌权者的理想并不天然朝现代民主去，而现实结构又不断奖励那种谁能稳住地盘，谁就说了算的人。再把镜头拉回现在，这20多年，新疆、西藏的现实是两面性的。一面确实有一些好看的数字，公路、铁路、机场不断铺进来，义务教育普及，基础医疗覆盖，很多地方的贫困线被抬了上去。对不少普通人来说，物质生活比上一代人确实改善了。另一面，代价也写在当地人身上，整个社会被高度维稳、安全化管理，动不动就身份证刷脸、查手机、看轨迹，谁能去哪儿，能不能跨地区工作，宗教活动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甚至对他们的人权迫害问题，典型的诸如新疆再教育集中营等事件，全都由一套完全不透明的安全逻辑说了算。这套高压维稳加发展的模式，对当地很多干部、警察、武装力量来说，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手里有的是监控、名单、拘押手段，他们看到的是只要稍微松一点，风险就会很大。很多人真心觉得我们是在保稳定、保民生，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共中央垮了，站出来接盘日常秩序的很可能就是这批人。一部分是真心相信先稳住一切再说的安全系统骨干，一部分是地方党政里的能办事的人，再加上一些原本就活在灰色地带的武装、黑社会、利益集团。在这种人的心理结构里，你跟他说联邦制、民主自治，他第一反应很难是太好了，终于可以给大家投票了，更可能是一人一票之后，本地局势会不会完全失控？一旦媒体开了口，我这些年做的事会不会被翻出来清算？真要轮替，我和自己人还有没有活路？这不是替他们开脱，而是如实把他的利益计算表摊开给大家看。边疆内忧的核心矛盾不是要不要独立，而是怎么自保。所以未来如果走到非和平转型，新疆、西藏这些地方最现实的局面，很可能不是那种全民表决要不要独立的大片桥段，而是更细碎、更现实的一幕。某些本地强人打着保护民族、保护宗教、保护本地人的旗号，把旧维稳机器、旧利益网络换个名字接着用，外部有人伸手给钱、给话语权、给安全承诺，换你站在他那边。真心想推动联邦式民主、自主加宪政的人，往往身处三重夹击，被强硬派怀疑，被本地极端情绪不信任，被外部当成筹码。这时候，民主对掌权者来说不是一个浪漫的终点，而是一道极难的选择题。如果真搞，那就是打开旧账，打开竞争，打开不确定性。如果不搞，边疆这块就很容易在强人自保加外部利用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变成永远的火药桶。好的一面在于，哪怕在今天的高压框架里，新疆、西藏也不是只有铁板一块的人，确实有人希望把本地变得更开放一点，
更有法治感一些。也有年轻一代见过外面世界，希望有更正常的生活方式，但现实的一面是，只要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仍然是谁控制安全系统谁最大，他们的力量就很难压过那种先稳、先控、先自保的惯性。讲完这最外圈的板块，你大概能感受到，历史上当中央弱到顾不了这里，新疆、西藏自然长出的都是本地强人秩序。今天这里已经被高压维稳、外来开发、本地复杂、社会结构一起塑造成一个高度紧绷的区域。如果未来走进非和平转型，掌权的人在理想、现实和结局三层里，最可能还是优先选择自保，到稍微改良、真正民主等以后再说。而这只是中国地图最外圈的一块。接下来我们把视线从边疆往内陆腹地推，这些地方表面上离边境很远，好像不那么敏感和危险，但真要看一个国家能不能撑住日常运转，关键反而都在这里。大概是哪一圈地图板块呢？中西部的大省、粮食主产区、煤电大省、重工业和制造业基地，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山西、内蒙古的一部分，再加上一圈资源、省份和老工业区。为了不把你听晕，我不会一省一省讲，接下来只挑几块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把这一圈共同的逻辑讲清楚。其他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在这条路线上换一个名字而已。那内陆要是乱起来会变成什么样？中国自己的历史其实已经演过一遍给我们看了。其实军阀时代这一圈早就演过一遍了。像四川当年是出了名的军阀窝子，最乱的时候省内同时有10几路军，各守一块地。很多老百姓的回忆是这样的，从一个县城走到另一个县城，沿途要过好几个关卡，每一关都有人收税，有人盘查，旗子不一样，手伸出来要钱的动作却一模一样。你要问这些军阀一开始的理想，有的人确实讲过救国图强，有的人只想保一方平安，还有人只是从团练头子、保安队长一步步被推上去，自己都没搞明白怎么就成了某陆军总司令。但真坐到那个位置上，现实摆在眼前，兵要吃饭，家属要生活，上下都在等工资，周边还有别的军盯着你，随时想试试你的底线。你一旦收不出税，发不出饷，自己人先散，理想瞬间就变成笑话。所以四川那一圈军阀，很多人口头上也讲共和宪政，真正天天挂在嘴边的却是粮仓在谁手上，盐税和关卡怎么分，这条路那块矿归谁。山西又是另一种极端，阎锡山早期不是最有名最能打的那位，他慢慢坐稳是靠一条很现实的路子，先盯住能立刻变现的东西，同源局、地方货币、煤矿、铁路、税务，把钱集中起来，优先砸在军队和军工上，再往教育、警察、官僚系统里一点一点渗透。别人是打一仗换一块地，他是把山西一步步做成一个可以自转的小系统。外面的人看着这套东西，才会说一句山西门罗主义，就像在中国版图里悄悄生长出一个半独立的小国。你去看阎锡山自己的讲话和回忆被记录下来的那一类，他也讲宪政民权，也请知识分子进山西搞改革试验，但只要一遇到外敌，遇到财政吃紧，遇到内部不稳，他立刻回到一条主线，军队先稳住，财政先稳住，官场先稳住。民主在他心里不是没位置，而是永远排在我能不能继续控制这套机器后面。这就是内陆腹地加资源省份的典型逻辑。理想可以有，但只要你手里握着的是粮仓、电网、煤矿、钢厂和几支部队，你每天睁眼首先要想的不是要不要搞民主，而是我这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饭碗和电明天怎么办。这套逻辑今天的中国其实大家都已经在生活里摸到一点边了。你看这几年中西部很多省份城投债务压得抬不起头，高速、桥梁、棚改、新区一层层铺出去，钱却越来越难还。有的地方开始靠乱收费、乱罚款、摊派捐款硬撑财政，基层公务员、事业编暗地里拖欠工资，老百姓心里那句地方政府没钱了已经不是传说。制造业和重工业的内迁也把大量就业绑在这条线上，一个钢厂、一片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一组煤电基地，动辄几十万人的家庭吃这口饭，一旦出事就是整片城镇一起沉。疫情那几年更是把这个现实打了一个冷不防的灯。同一条高速，有的省死封，有的省想办法给货车留一条线。同一份中央文件到了不同地方可以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执行方式。那句真出事的时候
还是本地那几个人说了算？这是很多人亲身的体会。你把这些碎片放在一起，想象一下，如果真发生非和平转型，中央那层突然断档，内陆腹地和支援省份会出现什么画面？大概会是这样：有的省先锁住电网、粮库、油库，宣布保障基本民生优先；有的省封住煤矿、钢厂、铁路枢纽，开始单方面和别的省和外国谈货款、谈供给；有的地方干脆用维护稳定为理由，拉起自己的武装、保安队、准军队，把整个省当成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小系统。这个时候，你再问他们要不要搞民主，要不要搞联邦，很多人的真实心声反而会变得非常复杂。一部分人心里其实是向往民主的，他们读过书，也看过外面的社会，知道那样的制度更长久，但他们一低头，看见的是几十万拿工资的人，几条铁路，一片工厂，再抬头，看见旁边还有好几个省里的强人等着看你犯错。这时候，公开竞争，权力轮替，听上去就不再是美好的政治理想，而更像是我要先把账本翻出去，把权力放在别人枪口底下，让我自己这套人先暴露。另一部分人可能本来就没什么民主理想，他们的人生目标一直很简单，保住手里的资源，保住家族，保住身边这一圈人，顺带给自己留一点体面。在他们眼里，民主两个字甚至会被等同于失控和被清算。选票一旦可以被别人动员，他们辛苦搭起来的那套供养系统随时可能被翻桌。军阀时代的结局已经给了一次答案，四川那一堆军阀最终大多数不是被民主的浪潮冲走，而是在你打我，我打你，资源耗尽，士兵跑光中一批批被淘汰。山西的小国家撑了很久，最后还是在更大规模的战争和全国统一进程中被整体吞进去，留下的不是一个完成了的省级民主试验田，而是一个有点建设成绩又有一屁股旧账的旧势力样本。把这些历史拉回到我们假设的未来，如果中共是非和平垮台，中国进入强人地盘化的阶段，内陆腹地和支援省份最可能扮演的角色，不会是最先民主化的那一群，而是一边用资源、电力、粮食、工业去跟别人讨价还价，一边本能的对真正的民主保持戒心。他们会更倾向于一种看上去有选举，底下还是我分配的半民主半威权版本，上面挂个省级议会、地方选举，底下关键岗位、关键资源继续牢牢掌握在原来的利益集团和强人网络手里。对全国的民主转型来说，这一圈内陆和支援省就是那种最关键也最难啃的地带。如果他们愿意在联邦框架下用资源和票权去换安全的退路和有限的清算，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还有机会往前挤一挤。如果他们一致选择死守资源，把公开竞争和联邦协商都当成威胁，那中国很可能会长期停在一种状态里，边疆时不时冒火，沿海想往前冲，中间这整圈却死死拽着刹车。谁想谈民主，谁就先被问一句，那我的电、我的粮、我的矿和我这几千万人的饭碗谁来负责？只有在这层现实被讲透，中国人才能明白，非和平转型之后，真正卡在内陆和支援省份那里的不是民主好不好，而是有没有人拿得出一套方案，既能让他们放下对清算和崩盘的恐惧，又能让全国其他地方相信，不是把全中国的未来交给一小撮握着煤矿和电网的人继续说了算。从边疆、内陆一路往东走，我们最后要走到中国经济最亮也最薄的一圈地方，沿海工业带和一线城市。为什么说最薄？因为这里看上去最现代，高楼、外企、互联网公司、金融中心，大家最容易本能的觉得，如果哪有机会先走向民主，应该是这里，毕竟本地人民的公民素养相对最高。但从历史和现实的结构来看，它其实更像一块玻璃板，光线很好看，压力也最大，一旦用力过猛，很容易碎。上一轮军阀混战的时候，这一圈其实已经演过一次。你先回到当年的上海，名义上有北京政府，有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地面上还有英租界、法租界、各国领事馆、洋行、银行、青帮、工会，各路人马挤在一条小小的苏州河两岸。很多当时在上海的金融家、买办、实业家回忆里都说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但每天真正要做的选择其实是很现实的几条。今天这笔关税是交给北方纳陆军还是交给南方纳陆军？哪一边如果不给点钱，明天可能会封港、查税、抓人；哪一边如果得罪太狠，后面可能会借通敌、通共为名清算自己。理想上，有人是想要一个现代化的法治上海，
现实上，他们被军阀、党争、列强、租界的多重力量夹在中间，最后能做的大多是保城、保钱、保自己人，真正愿意为全国宪政押上身家性命的人极少。再往南看，广东这一块，广州一度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黄埔军校在这里，孙中山在这里喊联省自治、宪政共和国。陈炯明这种地方强人，早年也真的是嘴上挂着民主分权的人，理想里是要在广东搞一种地方自治加宪政的样板，但现实很快把理想碾碎。他一边要面对北方军阀，一边要面对孙中山北伐优先的路线，本地又有盘根错节的商团、宗族、帮会，前后几次冲突，最后演成了孙陈决裂、炮轰总统府那种戏剧性的场面。站在陈炯明的角度，后来很多回忆里其实很一致，他不是不知道宪政民主的重要，但他更清楚，如果不优先保住广东这块地盘，不优先养活自己那帮人，谈什么联省，谈什么宪政，都只是给自己挖坑。结果他这个有点理想的地方强人被更强硬、更会用军队和党争机器的人挤掉，留在史书里的标签往往只剩下叛变、投机。他的宪政理想基本没几个人还记得，这就是沿海军阀和地方强人的典型命运。理想各有不同，有人就想做地方皇帝，有人真心想搞现代政治，但一旦卷入全国权力棋局，他们最后几乎都被同一套逻辑拖走，先保地盘，再谈理念，先顾眼前，再谈制度。真死在理想上的是极少数，更多人是被现实一点一点磨弯，最后只剩下保命和保钱。把这个历史感受装在脑子里，再看今天的沿海一圈，就会好理解很多。今天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北上广深，表面是现代化、全球化、互联网经济，底层逻辑其实也有3件事绕不过去：外贸和外资是不是还能撑得住？地方财政是不是还能发得出工资、还得起债？一旦出事，这座城还能不能在全国和世界两头之间找到一个对自己最安全的位置？你可以想象，在一个非和平转型的局面里，当中央控制突然塌了一截，这一圈城市里的关键玩家，地方一把手、国企老总、民营巨头、金融资本、公安系统，心里听到民主这2个字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很可能不是制度多么美好，而是几件很具体的事。如果真搞公开选举，真搞问责，那些年我们干过的坏事会不会被翻账？如果媒体真放开了这座城的乱象、债务、利益输送，会不会被摊在阳光下逼我们交代？如果权力真的可以轮替，下一波上来的人是和我谈规则，还是直接拿反腐清算当武器？理想上也许会有人说，那就趁这次机会把制度彻底改了，大家一起在联邦规则下重新开始。但现实上，绝大多数身处核心位置的人更可能选择一种听上去体面实则安全的折中，嘴上不反对民主，甚至愿意做一些局部改革，有限选举、媒体松绑，但同时会全力阻止任何真正可能翻旧账、动命根子的制度设计。这和当年的上海商界、广州地方强人命运非常像，都有自己的理想，各有各的说法，但到最后，大多数人是被现实掰成了一个姿势，只要这座城还能赚钱，自己人还能保住，其他的往后排。所以当我们用地图的方式看内忧，沿海工业带和一线城市这圈，真正要讲给大家听的是这么一个冷冰冰的判断。从资源、人口、信息、外联能力来看，这里确实最有条件率先推进比较像样的民主实验，但从利益结构和历史演化来看，这里也最有动力把民主改造成一套对自己最安全、最不容易清算的半成品。军阀时代，那些站在江海口岸上的强人和精英，很少有人敢，也很少有人能把整个国家的制度当成自己的第一追求。他们大多数只能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被一步步推向现实优先的结局。未来如果中国非和平转型，这一圈沿海城市很有可能会重演一次，只是这回换成了写字楼、金融中心、产业园区，换成了资本外逃、债务炸裂、外部托底这些更现代的名词而已。最后还剩下地图上的2块小点，但分量一点都不小，香港、澳门，再加上一整条通往外面的逃生通道。港澳一只手抓着全球金融、法律、外汇系统，另一只手握着很多人最后的退路，资产、护照、人脉。上一轮乱局的时候，这个角色就已经隐约存在。北洋国民政府时期，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不少军阀、官僚、买办商人一边在内地喊救国统一，
一边早早在香港开账户、买房子，安排家人读书、落脚，打输了可以往香港撤，打赢了也要在香港留一条退路。理想说的是国家脚下踩的是自己的安全垫，澳门更小，但在鸦片、走私、灰色金融上一直是侧门。很多最难见光的钱不会走上海、天津那种大码头，而是从这种小口子悄悄出境。表面是小城故事多，本质是给一部分人开了条后门。这条后门逻辑后来从来没断过。1949年之后，大量资本和知识分子再次经香港出走。改革开放后，香港变成中国最大的离岸金融中枢，国企、地方政府在这里上市发债，权贵家族在这里做信托、设基金，中产和民企把这里当成保险箱。再往近几年看，反送中之后，香港人的心态更复杂。一部分人曾经真心希望在一个自由、法治、开放的香港里和一个逐步开放的中国慢慢磨合，但一次次冲突、镇压和撕裂之后，也有不少人开始公开说，与其永远被绑在一个你控制不了的巨大体制上，不如干脆争取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哪怕代价很大。换句话说，香港内部自己对未来这两个字已经严重分裂。有人想着高自治联邦内部的一块自由城市，有人干脆觉得只有独立才能走出中国的轨道，才有可能活得安全富裕一点。如果把这一切带进我们假设的非和平转型场景，中央失控，内地各路强人各守一摊，边疆紧绷，内陆吃紧，沿海自保，港澳和外逃通道很可能会变成几股力量拉扯的焦点。一头是本地社会，很多香港、澳门人心里最现实的想法，不是我要统领中国，而是别打过来，最好是这座城还能维持基本秩序，不要变成任何一方军阀的战场，也不要彻底沦为大国角力的棋盘。但反送中之后，那股更尖锐的本土情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也不会凭空消失。如果内地真的乱到强人地盘化，对一部分香港人来说，那反而像历史给的窗口，你们自己乱成这样了，那我们是不是更有理由彻底摆脱你们的控制？这股情绪一旦被外部势力加码，很容易往独立、托管、特殊地位这一类方案上推。另一头是内地的权力和资本集团，越是知道自己账目有多脏、仇有多深的人，越会在最早一波想尽办法用港澳、新加坡、温哥华、伦敦这些外部通道，把钱、人、文件往外送，嘴上可以继续讲中国的民主未来，身体最诚实，先把退路打通，再考虑要不要参与重建。对他们来说，民主两个字很难不被翻译成一句现实问题。如果真搞成那样，会不会有人查账？会不会有人追责？只要答案可能是会，他们就很难心甘情愿留在牌桌上，而是更愿意站到港澳和海外这条线的那一边，至少先保证家人安全、资产安全，再谈别的。站在民主转型的角度来看，港澳加外逃通道最残酷的地方不在于有没有人想独立搞民主，而在于它会制造一个巨大的倾斜。越有能力、越有资源、越有见识的一批人，在最关键的年份，本来是他们最有力量解决这场问题，但是直接跑路退出了，而越没退路、越没话语权的普通人被留在原地，去承受制度崩塌、经济断裂、社会暴力的全部代价。军阀时代其实已经验证过同一件事，很多地方陈兵城下时，提前坐上船离开的是军政要员和富商，留下挨炮火和征粮的是老百姓。未来如果中国再经历一轮非和平转型，港澳和外逃通道很可能会把这条规律放大一遍，只是从坐船走变成换护照、转资产、买机票。对全中国的民主来说，这意味着一方面，港澳本地社会自己会被撕成好几块，有人想守住城市里还剩的一点法治和生活，有人更倾向彻底走向独立自觉，背后还会有不同大国的影子在加码、在挑拨。另一方面，本来最有可能推动制度重建、最懂规则也最有国际联系的那批人，会被这条通道不断往外抽走。等到真正需要有人站在废墟上去谈一个对全中国人都算公平的宪政和联邦方案时，很可能留下来的更多是被现实压到极限的地方强人，被仇恨撑着的民兵和一大批只想活下去的普通人。在这样的起点上谈民主，不可能不算上港澳和这条通道的作用。它既是很多人的保命之路，也会在关键时刻抽空这个国家推进变革的中间层。如果这一点看不清，你很容易以为等乱局来了，香港可以带着全国一起走向民主。但现实更可能是，当中国最需要有人留下来撑住规则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安全地站在规则之外。内部这一块到这里讲完了，你心里大概已经有数了。可一旦中国陷入这种状态，局面绝不会只停留在国内，周边国家、大国、资本和各种组织都会开始介入，利用这些已经存在的裂缝，各自下场布局，分利益。所以下面我们把视线从国内移到外部，专门来讲一讲中国一旦非和平转型，这些外患会一波一波怎么登场，各自想要什么，又会把中国人走向民主这条路往哪里推。为了帮助大家容易理解这部分的思路，你可以先在脑子里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在全球这座城市住宅里，中国其实就是那块最突出非常大的庄园，周围其他住户其实都很清楚这个庄园里有什么，有世界级的工厂集群，最为完善的制造产业链，有数量庞大、工资不高、人权低、议价权又很弱的劳动力，地下有矿、有稀土、有能源，这种关键资源，仓库里堆着全世界都想要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比如美国，很多日常用品都是中国制造，保险柜里还锁着金条、外汇资产、海外投资、金融头寸这些看不见的财富。平时这个庄园外围安保很严，大门、围墙、监控、巡逻，一圈套一圈，谁都知道这里很有钱，但谁也不用指望随便伸手进来拿。现在情况突然变了，庄园内部开始失控，起火，主人内斗，管家反水，保安各自为战，庞大的家丁乱作一团，谁也说不清听谁的，一部分干脆直接吃瓜看戏，一部分平常被主人打的家丁直接趁乱报仇，胆子大点的家丁直接趁乱顺走，或者抢走一些值钱货，然后更多的家丁鼓掌助威，想的是主人败了，我们的卖身契欠主人的钱不用还了。那些被打死的管家和保安，还有主人的骨干，看着就解气，换个主人，我们的牛马日子就好了。在这种时候，外面那些本来就盯着这块庄园看的住户、资本和国家以及各路势力人马，不可能装作没看见，他们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句话往往只有一句：机会来了。首先冲进来先抢一把的，只为短期利益趁火打劫，能抢一点是一点。他们不会来跟你讨论什么新宪法、新制度，脑子里就一条：这场乱局熄火之前，我能从你身上捞多少，先装进口袋。历史上，中国已经挨过这种短期客人好几轮。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嘴上说是保护世界，惩罚义和团，真到城里，立刻大规模洗劫金银文物字画，然后逼清政府，签下一堆赔款和特权条约，先把看得见的好东西搬走，再用条文把收益锁死。军阀混战那几年换了一批角色上场，表面上是外国银行、洋行、军火商，实际干的也是同一件事。各路军阀缺枪缺炮，就拿盐税、关税、矿山、铁路收益去抵押，成批买武器，借外债。对这些外面的生意人来说，你是哪一路军阀不重要，内部死多少，中国人更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继续打，订单就不会断，只要还能还利息，这场乱局就值得继续做生意。你把这些画面叠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这一行外患不关心你最后是帝制、共和还是民主，也不打算长期接管你，只关心一件事：在你最乱、最没筹码的时候，把黄金、矿权、港口分成长期供货合约，尽量往自己手里装。如果把这套逻辑往未来推，但只讲类型，不对号入座，也就是不对应未来具体国家，一旦中国在非和平转型里突然散了架，最容易冒出来的短期玩家，未来大概率会是几类。一部分国家会从保护本国公民和资产、人道撤离的名义出发，优先把原来布局在中国的关键项目、库存设备、物资通道先收回来，顺手把能掌控的港口、园区、仓储所在自己控制之下。一部分跨国资本和军火资源生意链条会盯着汇率暴跌、资产贬值、低价扫货、企业股权、矿产合同、长期采购协议一张张签下去，还有一些灰色甚至黑市资本只盯着战乱溢价做短期买卖，卖武器、炒物资、做高利贷。只要这场乱局还在，他们就有利可图。等到有一天，中国好不容易稳住局面，开始认真谈重建民主化，这些当年在最乱的时候签下卖掉的东西，就会被拿出来当成既成事实。你要是不认，对方可以上升到违约、破坏信用，拿金融制裁直接没收你们的海外资产，断供来施压。你要是认，中国未来很多年的一部分税收和资源，就等于被提前划走了一块。所以短期趁火打劫型外患，表面上只是抢一票就走，看起来和制度设计无关，
但对想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正常国家，慢慢走向民主的中国人来说，他留下的是一串长期的枷锁。还没开始讨论联邦、选举、宪政，新中国用于重建的财政和资源自主空间就已经先被削掉了一块。第二种是那种不急着冲进来抢一把的住户，表面上显得很冷静，实际是野心贪欲更大，心里盘算的是另一件事。我不一定要拿走你多少东西，但能不能想办法把你家水龙头、电闸、粮仓、钥匙慢慢变成在我手里说了算。这就是想长期卡住资源和通道的命脉。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那座中国庄园，地底下有矿、有稀土、有能源，仓库连着全世界的工厂和超市，外面一圈还是深水港和大物流通道。历史上中国已经被这样卡命脉过很多次。晚清开始，各种铁路、矿山、港口特许权被一纸纸条约卖出去，谁修这条铁路线，谁就可以控制这一带的货、兵、粮怎么走，谁拿到某个矿山的特许权，谁就可以把中国的铁矿、煤矿、铜矿变成自己工业体系的后院。最典型的是东北和中部那些大矿，像汉冶萍这样的大企业本来挂的是中国的牌子，但背后的外债、外资、技术、市场都跟外国银行和列强利益捆在一起，名义上是帮你工业化，实际是铁矿挖出来，煤烧下去，钢炼出来，很大一部分要优先满足别人的配额和订单。东北更夸张，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拿到南满铁路，不只是修了一条铁轨，而是沿着铁路一站一站往外铺，车站、工厂、矿山、殖民地市城镇、警察、军营一起上，最后整条线变成日本自己工业和军队的生命线，地图上还写着中国领土。但谁能用这条铁路，谁能决定沿线资源怎么分配，早就不完全是中国人说了算。军阀时期也是一样，很多军阀打仗缺钱，就把一整片矿区、森林、盐运，甚至一段铁路运费打包抵押给外国公司或者外资背景的银行，你给我一笔钱，我把这块资源多少年交给你经营。对老百姓来说，看见的只是矿山照挖，火车照跑，关卡照收钱，但在账本上，这块地已经被写进别人长期收益表里了。你把这些线索串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件事，这一类外患未必急着占你多少地盘，他们更在乎把你几条关键命脉，矿产、港口、干线铁路、能源管道、重要关税口岸，慢慢锁在自己的金融系统、供应链和合同里。这样一来，不管北京是谁坐在台上，不管棋子换了几轮，只要想继续用这条路、这个矿、这个港口，就离不开那张提前签好的长期协议。如果有一天中国真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在非和平转型里一下子滑进强人地盘化的局面，这一类锁命脉的住户玩家大概会怎么下手？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某个资源省份守着稀土、锂矿、煤、电，但财政早就被拖垮；某个沿海地区手里还有大港口、集装箱码头，但税基被掏空，债务压顶，本地强人急着发工资，稳军心，稳公务员，预算上却是一个大窟窿。这时候，外面的长期利益玩家会端着更体面的方案上门，不是拿枪冲进来，也不是直接说这港口归我，而是拿出合同、贷款、投资计划，我帮你还一部分债，帮你稳一部分汇率，给你港口升级、矿山扩建、工业园配套，作为交换，这个港口未来多少年优先给我用，这个矿多少年按固定价格卖给我，这条铁路、这条管道的调度要跟我的体系对接。对那个本地强人来说，这套东西从短期看确实很难拒绝，因为他眼前要解决的是军队别散，系统别崩，城市别断电断粮。跟未来20年全国民主怎么走相比，这几个问题对他更真实、更紧迫。但对中国普通人，特别是对未来想推民主的人来说，代价就悄悄锁上了。等到有一天真的有人想推动全国一套更公平的税制、环保标准、劳动保护，或者想用民选政府的名义重新谈资源分配时，会发现一排排写在外语里的长期合同已经提前把很多选择锁死了。在这种强人地盘化、枷锁命脉的格局里，即使将来选出来一个比较像样的中央政府，也会发现自己有一大块政策空间早就被上一轮混乱时期签下的合同和承诺占满了。它不一定表现为新列强划分势力范围这种老照片里的样子，更可能是关键港口、矿区、物流通道、结算通道都深度嵌在几套外部体系里。你想改规则，就要面对资本外逃、订单转移，甚至制裁威胁。你想为本国劳工环境多争一点，
就会有人拿着当年的合同说，这不是你们自己签的吗？从这个角度看，第二种外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把地图切成几块，而在于他悄无声息的把你未来很多年的国家选项切掉了一半。到那时候，就算中国内部真开始讨论民主、联邦、宪政，很多在纸面上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设计，一落到资源和通道这些命门上，都会撞上当年强人们为了熬过乱局而签下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类住户，心思跟前面两种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太在乎能不能抢走几车货，也不急着把某条铁路、某个矿写进自己账上，他们真正盯着的是一个位置，将来这座大庄园重新选出新主人的那张椅子，谁来坐？这类住户玩家眼光更毒、更聪明。对这种外部力量来说，中国乱不乱是一回事，更关键的是，乱完以后，坐在中间那个人是不是一个说得上话的自己人？至少要保证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圈，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彻底跟自己对着干，最好还能在一些议题上配合一下。历史上，中国其实已经被这样押宝服人过不止一次。最典型的一条线是苏联在国民革命时期做的那一整套布局。1920年代，广州那边的孙中山还只是一个在南方苦撑的政治领袖，苏联派出鲍罗廷这样的顾问团下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抢地，不是要矿，而是从政党结构、军校、军队入手，帮他造一个未来有机会统一中国的中央。他们帮着改造国民党，把一个松散的革命同盟改成有严密组织、强调纪律的现代政党，帮着办黄埔军校，提供教官、教材、武器，让一支军队从传统军阀那套长官说了算，变成有明确政治路线、口号、旗帜的党军。同时，一边跟国民党合作，一边又在中国内部扶植共产党势力，等于两手下注。这些操作的核心其实就一句话：我知道你中国迟早要出一个能统一局面的人，那我现在提前投资一批人、一套军队、一套政党结构，好让将来真正做到北京中心的人至少跟我有一段交情。有一部分路线是向着我的，后来国共分裂，清党中苏翻脸，说明押宝也会翻车。但从大国自己的角度看，这笔账依然值得，哪怕只影响10年、20年，也已经在中国军队组织、党内结构、意识形态里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怎么理解？中共只要统治中国一天，中国和俄罗斯不敢说永远是朋友，但一定不是敌人。这个根本在于双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是一致的。类似的事在别的国家更常见。冷战时期，很多内战国家、政变国家背后都有大国在挑人，有人扶临时政府，帮他搞电台、办报纸、打国际招牌；有人扶革命政权，给武器、训练、顾问队，让他打下首都；有的干脆一口气从地下党扶到新总统，再换取基地、投票、军事合作权。表面上看是这些国家自己改朝换代，但翻开档案你会发现，很多关键时刻是外部的一通空运军火、一纸贷款、一句承认这届政府，把天平彻底压歪了。放回到我们这集的假设，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是在非和平的状态下垮掉，不是开完协商会体面交接，而是在冲突、债务、失控中突然断档，强人地盘化一上来，很快就会出现几种准中央。可能有一波人掌控着原来的一些主力部队，有一波人守着首都圈、老政府机关和媒体，有一波人握着最重要的工业带和税源，还有几波背后本来就跟某些外部力量联系比较多。在这种局面下，这类外部力量要做的事情很少会是亲自下场直接统治中国，而更像是过去100年反复上演的那套：先看一圈谁最有机会统一，谁最好沟通，然后悄悄加码，用钱、军援、情报、舆论支持，把这波人从地方强人推成全中国的候选中央。比如有一波在军事上比较整齐，对外也比较务实，他们会得到更多的装备、训练、情报合作；有一波在宣传上更贴近某种意识形态说法，就能在国际媒体上被包装成比较可接受的新中国候选。另一波派系如果被认定太难控制，路线太不合拍，在外部的金融、武器、外交场合就会被冷处理，甚至被暗中围堵。对中国人来说，这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会不会有人来帮我们结束乱局，而是谁来结束乱局，是谁挑的，他是向中国人负责，还是向外部金主负责？如果未来某个新中央是靠外部输血撑起来的，它内部会有一种很强的张力，一边要向国内交代，证明自己不是新一届傀儡，一边又离不开外部的资金、
技术、安全承诺。这时候民主2个字很容易被当成一个包装，选举可以有，媒体可以比以前开放一点，部分异议可以容忍，局部改革可以做，但真正关键的东西，国家安全路线、对外军事合作、核心经济命脉，很大一块会在看不见的桌子底下被写进跟外部的长期安排里。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中国内部开始讨论联邦、宪政、新共和国，你就会看到一种很别扭的场景，一边是在公开场合谈制度设计、谈选举规则，另一边是几个外部力量在算账，哪一套制度更有利于我扶起来的这波人继续坐稳，哪些条款能保证未来10年、20年中国不会走到完全独立、不听我话的那条路上。而他们的底线是，至少要扶持一个跟自己意识形态相同的新政府执政，成为不了朋友，但不能让你以后成为我们的敌人。对多数真心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的人来说，这就是第3种外患最麻烦的地方。他不一定来撕裂你的版图，也不一定来直接掠夺资源，他做的是更隐蔽但更彻底的一步，提前参与改朝换代，帮你选出一个看起来像自己选出来，实际受他影响很深的新中国掌舵人。如果背后的外部扶持力量是独裁专制，或者说民主化不成功，又和中国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瓜葛，那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中国人走向民主，这是他们的底线和原则。等你哪天发现问题，想要再往前迈一步，会发现重要的军队合作、情报协定、长期贷款、关键技术供应，全部绑在这个浮上来的中央身上。你要换路，就要冒着跟外部彻底撕破脸，甚至被金融和安全双重报复的风险。所以，当我们在这一集里谈非和平转型下，中国还有没有机会走向真正的民主，在外患这一层，就必须把这类代理人、改朝换代型的力量看清楚。他们有可能帮你结束一段混乱，但也很可能顺手把下一轮政治结构预先刻成一副对自己更有利、对中国人长期自主更不利的模样。后面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就要在这个前提下去想，如果中国真的想走向比较健康的联邦民主，怎么在争取外部必要帮助的同时，避免把选新主人的权利悄悄交到别人手里。还有一种住在旁边的邻居最为凶残，他们要把中国庄园的一部分土地彻底变成他们的，这样中国的庄园实力就会被永久削弱，领土不管大小到底有多宝贵。先说几个小事实，让大家感受下以色列建国的艰辛，想必看过以色列人的过去和建国史就能深有体会。到现在几十年了，围绕一块弹丸之地，中东各种战争打到现在，纷争还是不断。有的国家几百年里一点点围海造陆，填海造港，把海岸线往外推，不计代价的往里面砸钱。还有些国家为了几块荒凉的高地，几座小岛，在边境对峙一辈子。为什么？就因为大家心里有个朴素的认知，土地是一个国家最难再生，也是最亏不得的东西。钱可以重赚，房子可以重盖，地一旦被抢走，基本就是永远的事。回到我们刚才那个画面，一部分凶残的邻居会想，你这块地当年本来就不该这么大吧，直接抢不过就说这条线那块地按历史和法理说不定压根就不应该算你的。历史上俄罗斯、苏联这条线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刻。19世纪到清末那一串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北边、西北边大片土地割出去，今天地图上叫外东北、外西北的那一片，在清朝还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到了帝俄和后来的苏联手里，慢慢就变成已经继承事实的领土。等到民国想谈，实力不够，只能认。等到新中国建立，前几十年又高度依赖苏联援助，这笔账也被压在一边。再看清末、民国那段时间的外蒙古，名义上外蒙古曾经是大清和后来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从清以后期开始，俄国后来苏联就一直在这块地方下重注，派顾问、驻军，给钱、给武器，帮当地精英一步步从自治走向独立，到头来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在别人安全圈里的缓冲地带。对北京来说，地图上少了一大块，对那个在背后下棋的大国来说，只是多了一道安全缓冲。东北那边，日本玩的是更赤裸的一版，先用918把东北军打懵，紧接着就搞出一个满洲国，旗子、元首、仪式、宪法样样都有。对外说是满洲人的国家，但军队谁指挥，铁路谁控，矿谁挖，外交谁做主，全在关东军手里。表面上是新国家，实质上就是把原来属于中国的地盘装进自己的帝国体系。
再加上晚清一堆不平等条约，哪块地、哪条河、哪段边界被挪过去了，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就不展开了。你只要记住一个事实就行，只要中央够弱，内部够乱，地图就会变成别人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且这种改地图的理由往往都披着很冠冕堂皇的外衣，有的说这块地方在法理上本来就不属于你，有的说这里的某个民族、某个宗教群体历史上就更接近我，再加上老地图、老条约、老人口流向，一堆证据可以翻出来。你看多了这些说法，就会发现一个有点好笑但也很残酷的逻辑。如果只按远古历史和最早是谁从哪儿走出来算地盘，那地球上所有国家最后都可以去跟非洲人交房租了。人类本来就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嘛，按这种逻辑推下去，干脆说中国这块地不该属于中国，应该属于全人类，听着就知道多荒唐。可现实政治里，荒唐的说法一旦有了武力和机会做后盾，就不再只是笑话。放回我们这集设定的那个非和平转型的局面，中央如果真的一下子断档，边疆地区本身又有复杂民族、宗教、历史纠葛，再叠加前面说的本地强人、旧体制残余、外部势力各自伸手，那种改地图型的外患很可能会这样出场，不会一上来就宣布我要你这块地，而是先打一些大家听起来相对顺耳的旗号，保护某个族群的安全，维持边境稳定，避免极端势力做大，甚至是这块地我们有历史法理基础，尊重某种历史诉求，然后在这些旗号底下悄悄往里推进几步，多驻一点兵，多插一点旗，多签几个安全协定，多搞几个联合巡逻区、缓冲区。等中国内部好不容易缓过劲来，发现现实已经是这块地方虽然在地图上还写着中国，但真正的军权、治安、贸易和通行规则很大一部分已经在别人的控制线之下。对未来想推动民主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点杀伤力非常大。你本来就要在强人地盘化、军阀化的烂局里想办法促成联邦、重建中央，一旦再叠加部分边疆地区被人趁乱改了事实控制线，国内马上会分裂成两种情绪，一波人会说先谈民主，以后再慢慢把账算回来，另一波人会说不先把这仇报了，不先把地要回来，谈什么民主。外面那些改地图型的玩家最怕的不是你乱，而是你真团结起来，在一个稳定的民主框架下慢慢变强。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今天趁乱往外挪的每一寸都有一天被翻出来重新谈判的风险。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划算的状态就是这块地永远是争议地区，你国内永远吵不出统一共识，一部分人只想复仇，一部分人只想躺平。新中国的民主永远卡在先顾生计还是先收复失地的拉扯里。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抢地盘型的外患手段未必最花哨，但后果可能是最长期的。它不只是影响你这10年20年的经济政策，而是直接给未来几代中国人留下一个几乎解不开的结，一边要往前走，一边被身后的地图和仇恨拽着不放。也正因为这样，我在整个系列里才会反复强调那条底线，讨论任何转型方案之前，先要想清楚在最坏的局面下怎么尽可能守住现在这块土地和上面10几亿人的基本安全空间，不再给任何人一个趁乱改地图的借口。还有一波住户跟前面那些不一样，他们看到中国这座大庄园失火，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句其实很朴素，别烧到我家。不是想着冲进去抢保险柜，也不是想着扶一个自己人当庄园新主人，而是先盘算火势要是控制不住，会不会顺着风向烧到我这边，里头那些人要是往外拼命跑，会不会把我们家挤爆，然后带来犯罪，来我家免费吃住、免费医疗，庞大的经济和社会治安问题。放回中国自己的历史，你会发现这种心态其实早就出现过。太平天国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上海、宁波一带的洋人最怕的不是清朝会不会倒台，而是贸易港口会不会被打烂，租界会不会被攻进去，他们自己的货轮和工厂会不会被波及。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微妙的操作，一边说自己中立，不干预中国内政，另一边又派舰队、派顾问、卖武器，帮清军守住上海、苏州这一圈要命的通商口岸，表面上像是在帮清政府维持秩序，仔细看算的是一笔自保账。只要长江下游这块不彻底失控，我的贸易、银根、在华资产就还能守住。民国军阀混战的几年也是一样，北方内陆怎么打，外国人未必管得很清，
但一旦战火逼近天津、上海、广州这些通商口岸和租界，各国兵舰、租界、巡捕、混成旅很快就出来画警戒线，谈停火，拉缓冲区。对外说是保护侨民，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画一个防火圈。这圈里面的码头、银行、工厂、仓库不能被你们的内战烧掉。如果有一天中国真在非和平转型里一下子失控，今天的很多外部力量十有八九也是这种心态，先想的不是怎么帮你实现民主，而是这一团乱会不会直接砸在我头上。你可以很直观的想几件事，一旦局部地区崩盘，中国可是有10多亿的人口大国，哪怕只有很小一部分中国人被迫逃离，那也是上千万级别的人口，会顺着陆路、海路、航班往外涌。周边国家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政治理想，而是边境受不受得了，城市公共服务顶不顶得住，会不会跟着进来毒品、走私、武装极端分子。再加上中国是核大国，一旦中央指挥链断档，外面的人最紧张的绝对不是中国会不会一下子变成完美民主，而是核武器、导弹部队、核心军工和危险的化学材料是不是始终在一个相对理性的控制之下，会不会出现某个地方武装、某个疯子军头把东西卖到黑市上的局面。在这种算账方式之下，这波防火圈加有条件救火的外部力量很可能会干这样几件事情：先在周边快速加高防火墙，加强边境检查，设临时安置区，在海上和陆地加强巡逻，尽量把最危险、最无序的人流和货流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悄悄盯紧中国境内所有和核、导弹、军工相关的节点，通过情报、技术合作、秘密接触，想办法确认真正能按下按钮的人是相对冷静的一波，而不是某个一心求死的极端派，必要的时候还会用资金、物资、外交承认去换这波人。别乱来，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会拿出一部分救火动作，给粮、给药、给贷款、给部分市场准入，协助中国某些地区维持最起码的运转，防止出现全国性大饥荒、大规模传染病失控。对这波住户来说，帮中国人少死一点往往只是顺带的结果，真正放在最前面的是别把火烧到我家。所以当将来我们讨论怎么利用外部力量，这波防火圈型的玩家既不能被妖魔化成新侵略者，也不能被浪漫化成来拯救中国的白衣天使。他们会出手，是因为中国一乱，他们自己也睡不着觉，他们愿意帮，是因为稳定的中国比失控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在难民、核武、生化武器、供应链这些硬现实面前，他们确实有能力挡住一些最可怕的灾难场景，但他们不会替中国人做最后那道选择题。中国到底是修补成一个勉强稳定的救世强人中国，还是咬牙走向一个真正以规则和民主为基础的新中国？这一步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决定。最后一类住户，他们不想冲进来救火，也不想冒险接手这座快烧塌的庄园，更不一定真跑进来抢东西。他们最擅长的一件事是站在远处看戏、编故事，顺手点几把火。你可以这么想，庄园起火的时候，有人忙着救人，有人忙着搬东西，但一定会有一拨人先爬到高处，举起望远镜和摄像机，一边看着你家乱成一团，一边开始跟旁边的人解释：你看他们家会烧成这样，就是因为那套规矩有问题。你看他们这么乱，其实证明我们自己那套路子才对。在中国上一轮军阀混战里，这种看戏讲故事的影子就已经很明显了。上海、天津这些租界城市的报馆、电台、通讯社，很多背后都有人，有的靠近某个大国，有的靠近某个政权。同一场战事，有的报纸写成乱党作乱，必须镇压，有的写成地方起而自救，反抗腐败中央，还有的干脆把一方打成土匪祸国之人，帮自己看得顺眼的那一方洗白抬轿子。他们不是真的在乎中国老百姓过得好不好，他们在乎的是谁更像可以合作的伙伴，谁更适合被包装成代表正义的一边。信息怎么写出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世界会跟哪一边坐下来谈，哪一边永远被贴上坏人不可靠的标签。放到今天，如果中国在非和平转型里突然失控，这一波看戏的人会更厉害。他们有全球媒体、社交平台，有一整套数据公司、账号、工厂，当然还有强大的网络舆论水军。一场冲突如果能拍到最惨烈的画面，就可以剪成一段又一段视频，刷给全世界看，也刷回中国人自己眼前，让不同地区、不同立场的人彼此更加厌恶对方。
一边是你们看，只有各省独搞分裂才能救中国人，另一边是你们看，他们天生就是专制暴力，不配谈民主。久而久之，中国人很容易陷进一个局面，还没有开始认真谈新制度怎么设计，就已经在一堆被放大的仇恨、标签、阴谋论里互相指着骂。对这种外部看戏信息玩家型的力量来说，中国越乱越好讲故事，越好当反面教材。不管你最后走向强人统治、残缺民主还是勉强联邦，只要中国一直在内斗，他们就有素材、有议题、有筹码。真正危险的地方在这儿，他们可能一枪不放，一个边境都不碰，却能在舆论场上帮着把中国内部本来就存在的裂缝撕得更大，让中国人在最关键的那几年越来越难把彼此当成可以一起坐下来写新规则的人。等到那一天，就算真的有人想带着大家往民主、宪政、联邦方向走，很可能会发现枪声也许停下来了，但在信息世界里，一场更难收尾的内战还在被不断的转发、剪辑、带节奏。因为中国人的未来命运如何，始终是他们自己人的事，好坏最终得他们自己承受，跟旁观者始终无关。除了这些住户、外患玩家，还有一圈人，我打算单独来讲，他们更像处于中间地带的人，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外患，也不是完全待在国内那波自己人，介于这两者之间，可以在外患和自己人之间来回切换。他们就是海外华人、华人资本，还有散落在全世界社交平台上的中文舆论圈。你可以简要把他们想成是这样一群人，人虽然在海外，但是在中国长大，家人、记忆、身份、情感又都和这块土地死死绑在一起，甚至还和中国有不少利益往来，以及这10几年在油管、推特、电报、各种海外中文平台上天天发生的那批中文舆论场玩家。所以一旦中国乱起来，他们天然会站在一个中间位置，一头摸得到外部政府、资本和舆论，另一头又能接到国内亲友、派系甚至一些强人的电话。历史上这种中间人角色一直存在，只是规模没今天这么大，手里工具没这么多。清末辛亥革命的时候，最典型的是华侨救国。东南亚、北美的华侨一边开店打工，一边捐款给同盟会、给革命党。有人卖掉家当给孙中山凑路费，有人专门负责联络、运枪、运人。这些华侨里，有的是真心想推翻满清、搞共和，也有的是跟着老乡、宗亲、会馆走，带点盲目情绪，大家都捐，我也捐。对制度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其实没想那么多。到了国共内战，这种海外力量又换了形态。国民党在海外有自己的侨党网络，募款、办报纸、做宣传。共产党也通过左翼华侨、工会、留学生圈去铺路。有的华人帮一边组织集会、写文章、搞宣传，也有人两边都不完全得罪，只看哪一边上门，哪一边给面子，哪一边看起来会赢，就把自己的资金、资源往哪边倾斜一点，或者说就干脆当个局外人。历史上，海外华人这一波人从来就不只有热心救国的一面，也有很现实、很复杂的一面。晚清、民国那些年，上海、天津、香港这些口岸、大洋行、外资银行、军火公司和中国军阀、地方政府之间，真正跑前跑后的人，很多就是会外语、懂生意的华人买办和商人精英，一头替外国银行、洋行算账，一头给哪路军阀、哪一级官府出主意，这块矿能不能抵押，那条铁路要不要卖，哪条盐税、关税可以打包给外债做担保。名义上他们是中国人，现实里却经常站在外部利益的那边，帮外资挑客户、压军阀、选地盘，拿的是佣金，换来的是中国。越乱，他们的生意越多。在香港、南洋这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一些华人领袖、富商的角色更典型，白天是华社领袖，代表本地华人，晚上转身是殖民政府的顾问、议员，帮宗主国维持秩序。另一边又和北京、南京、重庆这些中央政府保持各种侨务联系。真到关键问题，要不要给某个政权募款，要不要让某种政治力量进来活动，他们做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不只是为华人说话，而是替某个外部力量筛选、放行，挡住一部分中国人自己的路。身份是中国人，职业和位置却常常是外部力量伸进中国的一部分手，既能当缓冲带，也能当外患的延伸。今天的差别在于，这波人的数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得多，手里掌握的资金、技术、人脉也远比从前复杂。最关键的是，他们有了海外中文互联网这块巨大的扩音器，
一旦中国进入非和平转型，信息高度混乱的状态，很多普通人获取信息的第一个入口，很可能就是这些海外华语账号和社群。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国真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掉进强人地盘化加内忧外患一起上的局面，这一圈海外华人、华人资本、华语舆论圈，大概会分出几种典型角色，不是我要给他们贴标签，而是历史已经演过很多次。第一种，真心想帮中国少死一点人的，这批人往往本来就对中共有很深的反感，在当地也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或社会资源，律师、医生、意见领袖、教会、社区组织、技术人。乱局一来，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很朴素，帮难民找落脚点，帮国内亲友转信息，翻译世界各地的真实情况，帮外部社会理解中国不是等于中共，避免中国人整体被妖魔化。这部分人很重要，但现实里通常不会掌握太大话语权，也不太擅长搞权力交易。第二种，很快发现中间人是一门生意的，这群人的典型心态是，我既懂中国，又懂海外规则，既有国内人脉，又能搭上外国政客、基金、媒体，那我就是稀缺资源。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很熟悉的路线，一边跟某些外部政府、智库、基金会打交道，用我们代表中国民间、代表某某群体这种说法争取资金、项目；另一边又和国内的地方、强人、旧官僚、资本派系保持联系，帮忙牵线。你们要不要搞点对外公关？要不要有人帮你在华语世界解释一下？要不要有人帮你看看这边的政策风向？表面上看，他们在为中国发声，为中国找出路。现实里，很多时候是在撮合一场场看不见的交易，帮某一波强人洗形象，帮某一波外部力量测试扶谁更合算，同时也顺手把自己送上一个关键枢纽的位置。第三种是纯粹当看戏观众、键盘观众的。很多人会说，我已经逃出来了，终于不用再管那摊破事了。他们会转发，会骂人，会在弹幕里吵架，但前后逻辑只有一句，谁骂中共痛快，我就给谁点赞。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如果全部舆论场只剩这一种声音，真正想谈怎么避免新一轮军阀化，怎么设计一个勉强能跑的联邦过渡方案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掉，因为后者没那么爽，不够解气，也不够适合做短视频标题。对未来的中国民主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海外华人站哪一边，而在于他们最后把自己当成谁的人。如果多数人把自己当成哪个强人，哪个外国金主出价高，我就替谁说话，甚至被仇恨冲昏理智的极端声音，那整块海外空间很容易变成内忧加外患，共同利用的人肉喇叭。强人要洗白，借你这个海外意见领袖的嘴说；外部力量要测试某种扶植方案，也先在你这边放风，看中国观众怎么反应。普通中国人最后看到的往往是一层层加工过的带强烈立场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接近现实的途径。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真愿意守一条底线，不帮任何一波强人无条件洗白，不替外部势力打折中国人的长期利益，说话之前先问一句，这件事对这块土地上多数人的长期利益是不是有利？那这一圈海外力量反而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帮上大忙，帮中国挡掉一些最激进、最危险的外部解决方案，帮国内民众更冷静地看清外患的盘算，而不是被各种包装好的救星故事带走，帮真正尝试做制度妥协、推动联邦过渡的人多争取一点时间、一点国际空间，而不是一上来就被扣上某国代理人、卖国集团的帽子。所以，把海外华人、华人资本、华语舆论圈放在外患单独拿出来讲，并不是把他们当成天生的敌人，恰恰相反，是承认一个现实，在未来那场可能非常混乱的非和平转型里，这一圈人既有能力帮中国人扩大生路，也有能力在不自知或者出于私利的情况下，成为内忧和外患共同利用的工具。至于他们会走向哪一边，不是我现在一句话能盖棺论定的，但至少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变量讲清楚，别到那一天还以为只要跑出去，只要在海外就天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位置在外不等于立场自动正确，真正重要的还是那条底线，是不是把中国人的整体长期利益当作说话、站队、牵线、搭桥的最低标准。说到这里，主要的外患已经讲完，边角料没有讲的必要，不构成任何有效实质威胁。你会发现他们表面上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来抢一票短期好处的，有的是想长期卡住资源和通道的，有的是想扶自己人坐到北京那把椅子上，有的是出于自保，只愿意有限度帮你，还有的干脆在外面看戏，顺手煽风点火玩信息战。
但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块看，他们的手段能实现的前提其实只有一条共同点：想在中国这个大庄园上捞到越多好处，最划算的办法从来都不是帮你尽快恢复正常，而是让你一直处在够乱、够分裂，但又不至于彻底爆炸的状态。对绝大多数外部力量来说，一个完全稳定、团结、有规则的新中国谈判起来很麻烦，一个瞬间爆掉，核风险失控，几千万难民往外冲的中国又会把他们自己拖下水。真正对他们最划算的是第三种状态：中国长期虚弱，内部各派互相不信任，时不时闹点冲突，但又勉强维持不崩盘。这样他们既能拿到供应链、资源、市场和政治筹码，又不用承担隔壁彻底炸掉的代价。而要把一个大国稳定锁在这种长期半失控的状态，最便宜、最好用、最不愁原料的一样东西就是核心一条。中国人之间已经积累很多年的矛盾、仇恨和不信任，中共几十年的统治方式本来就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把社会拆得越来越散，让普通人习惯不信任何组织，不信陌生人，只顾自己这一摊，同时用各种运动、法院判决、宣传、举报、清洗，把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善意、互相帮忙的本能一点点磨掉，最后用户籍、体制内、体制外、文化程度、工作、经济、家庭背景等，把人分成3、6、9等，并让他们之间对立互斗，制造牢固的意识形态矛盾。说的直白点，上等人可以把下等人不当人，好处和公正，上等人理所应当，拿下等人就应该承受所有的坏与不公正。所以中国人拼命想通过各种方式做人上人。说到这，我有些感慨，为什么奢侈品在中国这么流行，想必也是这个根本原因。结果就是今天很多中国人都有的共同感受：中国社会戾气重，大家彼此不信任，目光短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整个社会多数人价值观和人格扭曲，遇到公共利益事件，第一反应不是怎么一起扛，一起想办法，一起团结争取大家每一个的利益，而是坏处，先看看能不能撇清关系，我只要拿到属于自己的好处就离开他们。在这种土壤上，外部力量根本不用多聪明，只要顺着这套统治遗产往下推，多煽一点仇恨，少给一点实质帮助，让中国人先忙着和中国人算总账，全面引爆中国社会各阶层早已积累的矛盾，自己就可以一边捡便宜，一边把风险控制在自己觉得安全的范围内。所以外患的核心不是有没有人盯上了中国，而是只要中国内部继续被仇恨和不信任主导，只要我们承接着这套原子化、互相防备、不团结的社会结构，任何外力都可以轻易利用这些裂缝，把中国锁死在永远乱下去的轨道上。也正因为如此，等我们后面谈联邦制也好，民主宪政也好，这些方案的时候，不能只画一张好看的制度蓝图，还得认真面对一个更硬的问题。如果不想让外部力量永远顺着这些裂缝做文章，中国人自己愿不愿意，也有没有能力把这套仇恨政治的遗产一点一点改回规则政治。到这里，外患部分我已经全部讲完。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走到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局面，内忧外患一起压上来，强人军阀地盘化，外部势力虎视眈眈，中国还能不能转型成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最后核心其实只卡在一个问题上：中国人能不能在一个最底层的共识上站到一起？内部不管谁上台，不管哪一派得势，外部不管有多少股势力一起冲进来，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有一条共同的原则和底线，一切以中国人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标准。至于在这种局面下怎么收拾这个烂局，中国人如何一步步走向民主，走向初步民主过后又如何稳固民主，比如如何解决中共旧官僚遗存问题，想知道后续，请听我下集分解。粉丝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解决方案。